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心住所缘，先如何修。请大家把书翻到350页，第一行。接着宗大师引了依据，这个依据呢就是辩中辩论，请看原文。辩中辩论云：即所依能依，即所依能果。所依为欲，勤所依故。能依为勤，或名精进。欲因为信，深忍功德。勤果为清安。宗大师在解释辩中辩论的这两句话，说所依是什么呢？所依就是指欲求。那么为什么他欲求是所依呢？因为是精勤的所依处的缘故，所以呢是称为所依。注意这里边的欲求呢是指什么欲求啊？就是对三摩地升起强烈希求的一种欲求。那么这种欲求为什么它被称为所依呢？它是什么的所依？它是精勤的所依处，也就是升起精进的基础。那么在升起精进之前，必须要先升起欲求，所以欲求是精进的所依处。有了所依的能依是什么呢？能依就是指精勤或精进，对吧？欲求是所依，精勤或精进就是能依。那么接着欲求的因是什么呀？欲求的因是什么？信解功德的信心。有了信心呢，才会升起欲求。而精勤的果是什么？精勤的果又是什么？精勤的果是清安。所以呢，先有信心，然后升起欲求，有了欲求之后呢，发起精进，发起精进之后才会获得什么呀？清安。这就是呢辩中辩论开始的修订次第。那么这里边讲到欲求的因就是信心，有记得吧？欲求的因是信心。那么这信心是什么呀？就是深忍功德。这个深忍呢，深忍是什么呢？藏文直译就是信解。仁波切曾解释说，对于承办所希求事的方法升起了确信，就是信解的信心。所以对于修订的功德，注意，对于修订的功德确信，才能升起对定的欲求心，对吧？才能就说心生可养，我一定要得到定的那些功德，所以才能修订嘛。那么这里边又谈到一个清安的问题。那么清安呢，有的那个善知识也讲过说，平常讲到清安的时候，清安有分两种，一种呢是真实的清安，第二种呢是随顺的清安。那么真实的清安是什么？就是在升起三摩地的时候，它升起的清安，就是得到定的时候升起的清安，我们称之为呢真实的清安。那么随顺的清安呢，是指还没有升起奢摩他之前，就是必须要具备的条件。这种清安呢，跟真实的清安有点类似，所以它是随顺的清安。所以呢，这里灭除了，注意，这里边灭除了懈怠的身心清安，跟之后升起奢摩他的时候内心升起的这个身心的清安，这两种清安虽然字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它的内涵是不是相同的呀？这里边灭除了懈怠的身心清安呢，是在还没有升起真实的奢摩他之前就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对不对？记得吧？这种身心清安呢，是要透过精进作为基础，而让内心当中呢，对于修学奢摩他怎么了？心生欢喜，欢喜了，欢喜到像一朵花在开放一样内心，然后借由欢喜的力量，在修学奢摩他的时候会怎么样呢？
不会产生厌倦。这个大家都有经验，你很高兴做的事情，时间很快就过了，怎么可能升起疲厌呢？还有一种意犹未尽，一直都处在意犹未尽的一个非常欢喜的状态。所以呢，这种的清安是升起奢摩他的因啊。而后面讲的身心清安呢，是指得到了定之后，就升起了奢摩他的时候呢，获得的一个清安，那个也是得定的一个量，那个时候就才叫得定。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两种清安它的区别。所以最初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定的功德。那么注意定有哪些功德呀？现在大家有升起好奇心吗？你们有没有预习？那么要看经典，往下看，往下看哦。此中所修正定功德，为由获得奢摩他以现法乐住，由增欣喜身安乐故，即由获得身心清安，于善所缘，心如欲转，又由熄灭于颠倒境散乱无主，则诸恶行皆不得生，随所修善皆有强力。又指唯一能引神通变化等德，有一指能生通达如所有性比波舍那正德，速即能断生死根本。听到这个原文就很震撼了，所以我们再解释一下，说此处要修持的定到底有哪些功德啊？请大家把眼睛睁大，耳朵全打开听哦。说如果修成了奢摩他之后，我们内心呢会增广喜悦。增广喜悦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非常开心啊。而身体呢会增广安乐，能获得现法乐住。现法乐住呢，就是在现实中能安住在快乐当中。而且呢，由于获得了身心清安，可以随心所欲的让内心去入善所缘。由于止息了不由自主的散逸到颠倒的境界，所以呢，众多的恶行不会升起。无论做任何善行都强而有力，能够依靠寂止，注意，能够依靠寂止修成神通变化等众多的功德。尤其最重要的是，依靠寂止能升起通达如所有性的比波舍那的正德，然后能够迅速的斩断生死轮回的根本等。这就是我们要修定的最重要的目的。看一看哦，你们觉得是不是非常的灿烂？我们看一下这个修持的定的一些功德，会不会心生向往？比如说修成了奢摩他，内心增广喜悦，身心呢都会很快乐，然后他就成就了现法乐。有很多都说啊，希求现实安乐是不对的，可是修成了定之后，你不求，反而在现法中非常快乐的安住在快乐的状态，身心都快乐。而且呢，这个心变得非常的好用，就是很顺手了。你让他去什么善行，他就去入什么善行。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去掉了一种过失，这种过失就是他不由自主的散乱在贪嗔痴的颠倒的这个境界里面，就常常去造恶业的这种习惯性已经被定服住了，压住拴住。所以呢，而且还有一个，他趋向于恶法的这个能力被拴住了，然后可是呢，他做善行的力量就变得强而有力，而且能够依靠这个修定呢，依靠这个止修起什么呀？神通变化等功德，就是我们在佛经上读到的那些各种通，透过定的都能够得到。
而且这里边最绚丽的就是依靠机制能够升起通达如所有性的这个比波舍那的这个智慧，然后能够注意迅速的斩断生死轮回的根本。所以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可以说是心花怒放，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也很开心？把它背下来，很值得啊，把它背下来。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其实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有一点不想要赶快去讲下一段，但是我们还是要往下学，想要一直看这一段看很久很久，然后一直高兴。你们会吗？我们还是看下一段啊。凡思维以能于修定增永汉者，使诸功德结因了之而修。若生永汉，恒常策力向内修定，即以获得胜三摩地，得以亦能速速去修，故难退失。说凡是思维那些定的功德之后呢，就能增强我们修定的，注意永汉心力。我们都要了知呢这样的功德呀，而去修持。因为呢，如果升起永汉的心力，便会持续的策发修定，因而呢非常容易获得三摩地，并且获得之后呢，也会速速的就是去入修持，所以呢很难退失。这里边这一段呢，还是讲了说思维了这样修定的功德之后呢，注意这里边用到了永汉的心力。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觉得修定是需要永汉心力的？有的人会觉得修定不是要把心静下来，好像静下来就可以，它这里边用了永汉，因为你要降服很多很多问题，做很多就是原来不会的这样的一个修炼，所以要这个心力它变得更永汉了。永汉了之后呢，就一切事情都容易成。然后它这里边还有一个恒常策力向内修定，他的所有的心力灌注在向内修习禅定，然后因为所有的心力灌注在一起，所以极易获得胜三摩地，非常容易成。成了之后呢，因为太欢喜了，你就看着你那个非常柔软的舒心的那个禅修的垫子，然后你偶尔走到别处去了，你心还想说哦，好想再回去坐着，然后你坐在那儿之后，你可能就不愿意起来。这一天虽然还是有的时候还要去做其他事情，可是你的心就一直想要回到那个坐垫上。想到的时候呢，就嘴角不由自主的想微笑。一天一天的这个心都离不开我们的那个善所缘，而且非常悠游的，就是乐在其中，流连往返那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修定的状态。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一起努力。谢谢大家。